小慧儿，实际呢，我跟你妈的感情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破裂了。你应该理解爸爸现在的处境。现在我父亲一个人在北京，虽然说的每天都是在忙碌着干这个干那个，主要是以开心为主。但是呢，你要理解到啥呢？我每天生活的也很不容易。我跟你这个阿姨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确确实实的感觉到能够跟你妈在一起要幸福的多。我就希望你能够跟你妈俩生活的好。我呢，将来呢。我就想，要是如果说我是跟你这个阿姨真正走在一起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够祝福我。回应你那幸福时刻，出手来不及。女儿，请你祝福我们的感情。片中的主人公，现实生活是一位在北漂的群演，他的岁数已经有52岁了。接下来，让我们请出这对父女来，掌声有请。老李先生今年52岁，来自吉林，以前是工人，现在是群众演员，学历是高中。他的女儿小慧今年25岁，是一位美容师。欢迎父女俩，在北京做群演是吧？对。那您现在那对象是群演呢，还是什么？还是群演，就这么好上的。为什么反对啊？因为我认为那个女人她是勾搭我爸的。去年春节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我爸手机上的一张照片，我就找我爸谈着，不知怎么的，然后我爸可能就激动了，反过来给我一巴掌。你叫激动？自从那以后，我爸就跟我妈离婚了，就因为他的介入，所以才这么个情况。你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吗？实际我跟他妈呀，早先就有了一种婚姻裂痕。我考虑是你当时正在上学的时间，我不想告诉你。我现在大了呀，我也不想让你知道。但是呢，现在你就尽管知道了也无所谓了。我感觉到你现在已经成熟了，你毕竟现在已经都参加工作了。但是你现在已经伤害了我，知道吗？你知道吗？你不应该那样式的去指责我。我离开老家，实际来讲，我就是为了躲避你母亲，我才到这儿啊。但是我根本没跟你说这个。我妈哪儿做的不好嘛？等于您过去跟您的爱人的关系就不好，是吧？我们的婚姻就已经有了一种裂痕了。有裂痕。那为什么不离婚了之后再来呢？当时的时候，他还是在上学，我们家里头的经济条件吧，也不是那么太好。我是提前退休的，工资也不是那么太高所以说呢，我为了保证他在上学的时间能有了良好的环境嘛，我就来到了北京。2年以后吧，我呢就是又认识了一个这个新的女朋友。他也是我们的东北老乡。11年我回老家过春节的时候吧，完了他呢正好是赶上有个接戏，按照那个戏服照的相以后呢，就给发给我了，让我看看这个可以不可以。我还没等看到呢，正好我电话放在家里头，我女儿就看到了这个照片。完了就这么的呢，把家里头的闹了起来。你认为是这个阿姨破坏了你父母的婚姻？对，她就是个狐狸精。能那么说话吗？你怎么说话呢？您别着急，不要认为那个人你老指着我这鼻子骂。这个你那是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怎么说话？你还因为那个女人给了我一巴掌呢？爸爸以前是很爱我的。对你怎么样？你不清楚啊？以前你舍得打过我吗？你连骂我你都不舍得吧？居然因为那个女人你还打了我一巴掌。行，多过分啊你！好，但是你知道我打完你一巴掌以后我有多后悔吗？这么相爱的父女就别互相折磨了啊，好不好？你现在交往的这位张女士知道你这些情况吗？后来我离婚了以后，回来以后，我就跟她把这个情况说了从她的感觉来讲呢，更加同情我，就是比以前更加你们俩还反而更好了。对，就是这样然后你就给妈妈抛弃了是吗？婚姻有裂痕的情况，所以你才和妈离婚的。她不出现也是这个结果呀。张女士，现在你们有意往前走吗？是吧？对，就是女儿对这个和你有误会，有成见，是这意思吧？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把张女士请出来哈，来，有请张女士。张女士今年52岁，来自辽宁，是一位退休工人，现在也是在北京做北漂演员哈。怎么了？吵什么呢？你要干嘛呀你？您站在这儿，女儿跟爸爸站，行。干嘛呀？没事。别的女人站着我。好。你还管你爸爸的婚姻呢？你啥你都管吗？你能管得了吗？因为我是他的女儿啊，我有这个权利管。你说的对吗？你看问题对吗？怎么就不对呀？你是个外人，你凭什么管我？我跟你家张远龙你啥关系？你不要跟他吵，你不要跟他吵行不行？我是他的女儿。你怎么养这样的闺女啊？要我闺女我都早删了。您麻烦你干嘛呀你？一人让一句啊，要谋求别人的尊重，首先得尊重别人。
孩子本来就有误会，您岁数比他大那么多，又20几岁了有啥误会？我儿子怎么不这样啊？我也离婚了。你儿子不要拿你儿子来说事儿。老李，知道你要有这样的孩子，我就不跟你交往。我跟你认识，我真压了眼了。李先生啊，你先能不能让他们俩稍微的互相尊重一下，注意一下这是在公众场合，彼此都给留点面子，然后咱们再继续看这事儿怎么办。喜欢他吗？喜欢呢？知道他这点事儿吗？知道啊。那您觉得他女儿有这样的误会是不是很正常？不正常，他闺女有这种误会就不正常。因为我孩子，我指定教育不出来这种孩子。不，你勾搭我爸是有所图的吧你？我有啥可图的？你爸连钱都没有。你说了，那你怎么还离完婚之后还勾搭我爸来了？有点礼貌行不行？这么长时间我怎么没礼貌了？你在家，你妈怎么教育的你啊？他来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您少让您先别说呢啊，大人让着小孩一下。这样吧，最大的误会不就你觉得是这个阿姨的出现导致了你父亲婚姻的破裂，对不对？是。行吧，我们也采访了你的这个母亲，看看他们离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来，冒昧问一下，您俩当时是为什么要离婚吗？因为我们一直两地分居，也处在一种冷战状态。但是为了孩子不受伤害，我们也一直保持了这段婚姻。是他的介入，把这种平衡打破了。应该说是他破坏了我的家庭。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女儿的愤怒。这样好不好？你下去休息一下，我先跟他们聊聊，我们再一起聊好吗？对他前妻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的呢？他说的只是就站在他自己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婚姻是2个人的问题，而且呢，就是我这个男朋友作为她老公的话，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是这样的，因为他说就是他们那个家庭早就出现那个问题了。06年呢，他就是心烦，他就自己到北京来了。到北京来以后呢，因为我08年来的，所以说我们都是东北人嘛，完了我就跟哥们儿似的跟他相处。您那时候知道他有婚姻吗？那时候我就知道他的婚姻不是很幸福的。我们当时交往的时候就是按照哥们儿那种交往的。但是你刚才说的是女朋友啊？那是后期。后期他离完婚以后吧，离婚之后。对，我们离完婚以后之后嘛，我们把这种关系就感觉到。现在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摆在你们的面前，就是这个大哥的女儿这么反对，您想怎么办呢？他是从他自己的那个角度来考虑，特别就是很自私的那种，就是他不考虑他父亲。他父亲还需要婚姻，他不光需要这种亲情，还得需要那种爱情。您怎么看这问题啊？实际来讲，我也很纠结。我这边是女儿，因为我女儿说句心里话，我给她打了一巴掌以后，就至今到现在我还是很后悔。这面呢，我感觉到他的人呢对我呢还真的挺好。我不知道我今后该怎么走好，还是说继续走下去，还是为了维护我这个家庭，为了维护这个女儿这种关系。您要不跟这位大姐好了之后，您回家会复婚吗？那也是不可能的了。既然是离婚了以后走到了这一步，那我就得走到底了。我提个要求啊，我会把他的女儿再请上来问几个问题，咱能不喊了吗？可以。来，我们再次请上这个小慧，来，有请小慧来。你能站这儿？刚才你不在的时候，跟他们聊了一会儿。爸爸现在跟这个阿姨还是有感情的，他们还继续想往前走。我就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庭。就是让你爸和你妈复婚。对。你谈过恋爱吗？一次都没谈过。没人追过你吗？有。为什么不搭理他们呢？因为我认为我还小。哦。我还有我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做完。什么事儿？让你爸复婚？好嘛，这姑娘够倔的了。难题就留给你们了，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如果真如大哥和大姐所说，离婚前就是朋友，离婚后开始交往，这事儿还挺好办的。就跟女儿说，你爸妈不幸福。刚才你妈电话采访里也说了，冷战的状态。我觉得与其冷战，还不如分了呢。我就是不允许让我爸和他在一起。对，我能理解。你先听我说两句。就是你爸妈感情原来已经不好了，所以有没有这位阿姨的出现，其实他们感情都不好。没有这位阿姨站在这儿，也有别的阿姨站在这儿。对，这个观点我赞同。就说我出现，明天就是。您就别说了，您就别跟着添乱了。你也够厉害的，你根本就不想迈入那个家门。
是吧？你要想迈入那个家门的话，不仅是搞定这个老头，更要搞定他的女儿。我就因为他这闺女，他要这样的话，坚决这样的话，我就不迈入了。你要真的想追求一段到现在这个年龄才碰到的真爱的话，他绝对不是说就你们俩好了就完了的，对吗？您一个做长辈的，如果跟孩子还这么计较的话，你所谓的对感情的新的追求和理解，我觉得也没参透到哪去。但是我今天是生气，话赶话，他爸和他妈原来就有什么问题，那是我拆散的吗？我就生这个气。大姐，这事儿啊，按照标准来说，您还真是没什么好说的。事实是因为您发给他的照片导致了一个家庭的破碎。那个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就是因为你那张照片，所以才支持我爸跟我妈的离婚。行了，你们别吵。彩信上是不是还有别的人的照片啊？已经很明白了吗？很简单一个很简单点事，我们两个之间就有什么事，还用发那个照片？专家也别说话了，我直接来吧，这样啊，选一下，要他还要他。我失去不了我的女儿。不是，你刚才说什么？你就真要女儿？你要女儿，我接我就走。如果你要他，我也走，我跟你断绝父女关系。我觉得呢，咱不纠结于一张照片引发的悬案。女儿，我问你一句，你为什么要强把她拉回来，回到你妈妈身边？家的概念可不是说你我他在一起，应该是你我他的心在一起，一颗心3个人。现在不是了，真的不是了。我觉得这里头最大的问题在老李。你在你女儿面前从小到大就扮演了一个美满的家，你没有做及时的沟通和恰当的交流，导致照片出来了，小女孩受不了了。你这么做错了。对，你说多不公平！本来他们的婚姻早就出现破裂了，阿姨您他两个把什么都让我来一个人来承担，我能承担得了吗？我凭什么承担呢？对不对？您必须承担，为什么该？承担因为您选择了老李。我挺理解女儿的。我刚才她在哭的时候，我在这儿跟着她一块儿哭，就是她拦着父亲的时候，我在想，我要那会儿我也疯了。我绝对不能接受一直以来在我面前是一个哪怕是扮演一对关系良好的爸爸妈妈，突然让我面对一个说破裂，你们关系根本就不好，你们一直在欺骗我，而且我的父亲在外地还有一份感情，这个欺骗层层的加在一起，我也受不了。真的，谢谢有人能够理解我。我们都理解你。是的，谢谢。而他生活中也是一直被爸爸呵护，被妈妈呵护，所以阿姨，我希望你站在小慧的角度上，多替她想一想。小慧接受这么多的对她来说很残酷的一层一层现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要给她这个过程。这个话说的我可以接受。哎，对，需要一段时间。所以阿姨呀，别跟她嚷嚷，她已经挺难过的了，她已经头都大了，在这个时候不要再去刺激她。我说完了。我今天来了以后吧，本来说是解决问题的，但是我一看他女儿，我有点正确的基础上就是老是为自己考虑吗？你应该考虑，你应该考虑。你今天你为谁考虑了？他的父亲怎么？今天你为谁考虑了？我想请问你，今天你为谁考虑了？谁都考虑了。如果你为老李考虑了，你就不会让他为难；如果你为他考虑了，你就不是个母亲。我跟他不是说，就是说，我让他你只考虑你自己，你根本没有为一个孩子考虑，也没有为老李考虑。去年老李在那个北京有病了，是谁管的他？那你现在就不要逼他了。打吊针是我管的他。那你现在就不要逼他了。他女儿上哪儿去了？他老婆上哪儿去了？我现在就要把我爸接回去，我和我妈来伺候他，用不着你。各位啊，都注意保持风度，没有必要那么争吵嘛。我这么说一句话啊，如果孙子生出来了，你儿子要求你去给他看孙子，老李不愿意跟你去看孙子，你是去还是不去？老李不会那样做啊，老李不会那样对我说。老李，你女儿要求你回家看她的孩子，你是去看她的孩子，还是陪着她去看她的孙子？选一个，一点都不难，选。说选择我女儿。所以我告诉你一点最简单、最基本的道理：全世界最紧密的关系是血亲关系，最脆弱的关系是姻亲关系。在姻亲关系还没有达成的时候，你就试图用所谓别人对你的爱来干扰别人之间的亲情，你是何其之不聪明！姑娘，理智的态度是站到这儿，
我们不能干涉大人，咱们给他自由的选择，过程都看见了。如果说他就是这么喜欢，他愿意走这条路趟黑了，咱也拉不回来他呀，对吧？记住，你以后有孩子，你爸不是说了吗？来给你带孩子，只要你要求。我觉得你说的那个也不对。我说的不对就不对吧？那是你们自己考量的事儿。所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黄金60秒。你女儿就既然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考虑的话，那我觉得就顺其自然吧。实际来讲呢，咱们接触了这么长时间，进家这个门也很难。从我自己心里头的感受吧，第一次婚姻我们两个彼此之间都是失败的，我不希望第二次婚姻再遭到失败。这面是女儿，这面又是你，我确确实实的很纠结。我也希望你呢，能够呢，再慢慢的等一段时间，看一看究竟有一个什么结果。我希望我们之间能有一个好的结局。两位请回吧，有谁吧？